又来到夏洛特机场啦。我们挑这一台啊，雪佛兰。我们要进蓝岭公路啦，这边是要进大燕山的最南段的一段蓝岭公路。可惜啊，这边是秋天，比较适合来，可以看满山的枫叶跟黄叶。我们是夏天来。这是蓝岭公路的一个 overlook 的点。那你看前面就可以看到那个大燕山最著名的蓝烟了。我们现在到另外一个 overlook 啊，这种原始森林啊，它散发出来的水蒸气，就造就成这种薄雾的色泽，这种淡淡的蓝色的色泽，很漂亮哦。蓝岭公路是美国东部的一条著名山区风景线，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公路之一，更是美国赏秋的最佳去处。蓝岭公路全长共469英里。分别连接仙纳度国家公园和大燕山国家公园。蓝岭工程开始于1930年代，是美国罗斯福总统为了走出经济大萧条时期，砸下巨资所推动的几个大型专案之一。而大燕山国家公园就位于蓝岭公路的最南端，沿途还跨越了阿帕拉契山脉群，其中有非常多的观景点，可以慢慢的边开车边欣赏美丽风光。我们到大燕山国家公园啦，它在北卡罗来纳州跟那个田纳西州的交界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第42个国家公园。大燕山国家公园啊，是全美国游客最多的一个国家公园，因为它秋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听说不用钱。它有很可爱的那个 elk 的头啊。好，OK。我们先去看山地农庄博物馆，它是一个活体博物馆哦。你看，这是一个牧场。以前就在这边养牛养羊，然后还有他们以前主人的房子，听说里面还有放一架钢琴。这个啊，这个就是制作高粱糖浆的磨臼跟火炉。哦，原来是这样啊！之前是用驴子在磨这个高粱的。哇，这是苹果树哎 ，Apple Tree。他说欢迎游客进去，不欢迎 elk 进去 ，elk 会把苹果吃光光。这是苹果屋，在采收苹果的地方。哇，这是养猪的地方哎。So the black and white name is Kawi, and that is the Cherokee name for pig. And the pink one is Hamlet. There was a little naming party for them. Mine did not win. I wanted to name one of Kevin Bacon. 啊，你看这个是打铁铺哎。你看这个是建在泉水上的那个食品的冷藏室。你看这些建筑物啊，其实就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就大概19世纪100年前的人，他们最基本的食物的保存所需要的东西。这些啊，本来都是在这个附近，都是散在各个地方的啊。大概在1950年的时候，才把它集中在这里的。这间就是主屋了，主人的房子。还有裁缝机、壁炉，跟一张好小的床，很简单的生活。哇，真的有一架好复古的钢琴哦。那个 ranger 在做竹扫把。这条奥克诺河边小径，主要是平常在这边。这个草坪上面可以看到一大群的那个 elk， 可能我们今天来没有，可能是时间的关系，中午他们都休息了，他们只有在早上或是下午的时候会成群出来吃饭。我们
现在到明格斯磨坊啦。这个是大燕山最大的一个磨坊，它是磨玉米粉跟面粉。这个就是明格斯磨坊啦，啊，好可惜哦，今天没有开放。之前啊，这里是有现场有人员在表演怎么磨玉米粉的，怎么磨面粉，然后也是有卖哦。听说一磅吧，大概4美元。你看，这就是古人的智慧，饮用渠道的水，然后运用水的力量，把它储起来，然后去推动它的那个研磨的涡轮机的推动。你看，这个就是它的引水槽，哇，大概有200英尺吧。在那个时代啊，比较先进的磨坊主人已经开始用涡轮来取代水车了。哇，你看这个引水槽的水流其实很急耶，水量很丰沛耶，难怪可以推动涡轮。哇，大燕山已经起雾了，我们现在要去大燕山的制高点克林曼斯园顶。大燕山国家公园啊，占地2000多平方公里，它也是美国最大的原始森林哦。它的海拔高度啊变化很大，然后加上降雨量很丰沛，所以啊这边物种啊也是非常的丰富。这边有200多种鸟，也可以看到鹿啊、飞鼠啊等等，甚至会看到黑熊哦。希望有机会能够在这2天能够看到美洲黑熊。我们现在要走去那个克林曼斯园顶了。然后听说这个园顶的长相构造跟那个大沼泽那边的那个塔有点像，我们等下走过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石头的地方，小朋友就很开心。你看他们在这边爬石头，也玩得很开心。啊，从这边要走到克林曼斯园顶啊，其实来回大概1迈左右，其实还不算远。但是啊，你看那个高度有点陡啊，有点斜，它爬高啊，大概要330英尺，所以有一点点吃力。你看这种冷杉啊，都已经死掉了，这是被一种从欧洲过来的一种虫所蛀掉的。它现在园区大概整个大燕山里面，大概70%的这种冷杉都死掉了。今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7月4号，我们来到大燕山，路边就看到好多人为了庆祝独立纪念日会穿美国国旗的衣服。你看又有人穿美国国旗元素的衣服，左边这边，右边这个也都是美国国旗。哇，到了，我们到克林曼斯园顶了。这个园顶啊，跟那个大沼泽国家公园的一个塔一模一样，就是因为啊，以前有一个政策啊，就是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然后美国政府为了振兴国家公园，所以他们在美国的9个国家公园都建立了瞭望塔。这个克林曼斯塔园顶啊，就刚好跟大沼泽的那个塔，刚好是用相同的设计盖的。哦，终于看到了，也终于走到了。哇，前面这个斜坡真的不是盖的，很难走，而且很累很喘。加上我们中午还没有吃饭，所以爬上来就有一点上气不接下气，靠意志力撑上来的。哇，这个就是大燕山，它360度的风景。哇，今天天气算好的，没有把整个山都遮起来，看得非常清楚。哇，你看前面那个天然出来的那个白色的烟，它其实是这些植物它们自体蒸发出来的气体哦，所以这边才会称作大燕山。哇，还有一点乌云飘下来了，今天这边明天会下雨，而且会有雷暴。哇，这个新长出来的松果好像荔枝一样。
们从那个圆顶下来，这边就有一个阿帕拉契的古道的 trail 的头。这里据说也是所有阿帕拉契古道里面制高点，也是在这边。然后阿帕拉契古道啊，一共是从乔治亚州一路走到那个缅因州，是3000多公里哦。哇，传奇的阿帕拉契古道，我们要来走了。哇，它全长有3000多公里耶！走完要走多久呀？跨14周。阿帕拉契古道整个就是走在这种山木林里面。哇，你看这里面的树，郁郁葱葱。到纽方隘口啦！当年罗斯福总统就是在这里宣布大燕山成立国家公园，就是在这里。这个就是洛克菲勒纪念碑。这个就是当时北卡罗来纳州在推动这个大燕山成立国家公园的时候，在募集钱的时候也是很不顺利累积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洛克菲勒先生他就很慷慨的就用洛克菲勒先生太太的名义就捐赠了500万美金，然后大燕山国家公园才可以顺利的成立。很好玩的哦。大燕山国家公园成立的时候，罗斯福总统他是一脚踩在那个北卡罗来纳州，另外一脚是踩在田纳西州，刚好那个大燕山国家公园就是在这2个州的交界。然后这边也是有衔接到阿帕拉契的步道哦，有3条步道从这边衔接过来，一共1972迈耶，1972迈耶。我们刚刚是在那个制高点阿帕拉契步道的最高点，然后这边也是阿帕拉契步道的其中一个入口。从这里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山道的弯曲，有一个 S 型的弯道在这边，可以从这个纽方隘口这边在停车场旁边走下来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就是双顶点的山，然后又有时候会有云雾围绕在上面，所以游客都会称它叫做烟囱顶。其实原住民是称这个山叫做分叉角。我们要走劳瑞尔瀑布啦，1.3，走。我们现在要去走这个劳瑞尔瀑布的步道啦，有很多人都推荐要来走，因为这个瀑布听说很漂亮。我们应该离瀑布越来越近了，因为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声。然后刚刚路途跟我们经过的人都说，快到了，而且很值得去，所以期待一下。哇，到啦！前面好多人哦。哇，前面怎么这么多人？我们去看看。哇哦，好多人在下面玩水哦。哇，它这个是2层的瀑布。哇，真的很漂亮哎。我要下去泡水了。哇，好冰啊！好多人在这里玩水哦，因为今天实在是太热了。现在晚上5点半，人还是很多。我们刚刚走过来，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左右，不会很久，但是很热。然后过来玩水、泡脚就比较好一点了。我们现在要走回去了。凯德斯山谷环线道路是一条11英里长的单行道，途中共会经过19个景点，可以选择有兴趣的点参观。虽然山谷环线道路只有11英里，但是在夏季和秋季时，开车常常需要花2个小时以上。除了是因为游客较多之外，有时候若遇到路上有野生动物出没，也会造成交通大堵塞的现象。这边它其实沿路有好几个点可以下车看，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这个 John Oliver 这个小木屋，它听说是1818年就建立的房子哦，是很古老的房子了。John Oliver 小木屋是这个区域里面最古老的一间小木屋，它建立于1818年，已经100多年的小木屋了。哇，这个就是刚刚看到的壁炉，其实盖得很好哎，100多年了，都还是维持得还不错。啊，这个可以升到2楼去。哦，这就是2楼的情况。哇，天花板已经都破破烂烂的了，不过还没有倒塌，100多年还没有倒塌，也是很厉害的。万万没想到，正当我们还沉浸在取景怀旧老房子的氛围里时，竟然预言成真了。那这边有一片森林，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熊，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熊，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熊。这里有一个木造的小教堂。那你看他们那个房子都会用石头把它垫高，那个底下都会用石头把它垫高，这样就可以撑住了，好厉害哦！哇，这个小教堂虽然小小的，但是还是有在，应该还是有在使用，因为外面还有墓园，表示还是有它的需求在。哇，这边墓碑上留下的那个人出生的日期都是18开头的耶，都是18几零年出生的。哇，这真的好久好久了，你看1859到1926。我们刚刚从游客中心出来，这个老房子就在那个游客中心的旁边。然后这边有一个贝奇姑姑的一个传奇人物，他领养了很多小孩在这里，然后做了很多乐善好施的事情，所以他的故事就被流传下来了。这边也因此变得很有名。那这边这个房子都是距离现在大概有将近150年了，都很有纪念性了。那你看它这个房子旁边这个是用马蹄，这是马蹄耶。你看河道从那边把河水引过来，然后引来这里就可以推动这个水车，就可以磨玉米粉跟面粉。这个就是贝奇姑姑的磨坊啦。你看它有名到还有一个积木哎。我们只要到游客中心看到有卖这种小积木，我都会忍不住要买。这一间已有150年历史的凯博磨坊，建于1867年，是凯德斯山谷的经济核心。磨坊提供了一个将玉米或小麦转化为玉米粉或面粉的地方。在那一个没有冰箱的年代里，这也是长期储存谷物的好方法。这个就是贝奇姑姑的房子。在当时啊，他的爸爸是这里的领头人物。然后他的爸爸过世之后啊，贝奇姑姑就接替了他的爸爸的事业，就继续经营这个凯博磨坊，然后并且把他的事业就越做越大。他多才多艺，也乐善好施哦。然后他出钱出力啊，就成立了学校，也教育了当地的小孩。他在96岁的时候过世了，但是大家都为了纪念他，就在这里成立了这个贝奇姑姑的这个园区。我发现大燕山这边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会用这个木头做这个形状的那个围栏，感觉就好有中古时期的气质哦。哇，我们在这个游客中心终于看到了有熊的那个印章了，我们来盖熊。耶，好可爱哦！
咆哮岔汽车自然小径是一条5.5英里长的景观道路。之所以取名为咆哮岔，是因为道路旁有一条山涧溪流，不仅流量大，且流动速度非常湍急。尤其当下过雨之后，水流的声音像咆哮一般，因而得名。这一条景观公路沿途还会经过彩虹瀑布及石窟瀑布，这2个瀑布都非常受欢迎，但停车位非常少，想去的话还得靠运气才行。路上都没什么车，结果到停车场都是满满的车。这就是咆哮岔溪。你有听到咆哮的声音吗？这一条景观大道啊，真的是好原始哦。这森林真的是长得又高又密，这些树啊，真的长得又高又密的。右前方还有个老房子。哦，这个又是一个魔法。它这一条咆哮岔的自然景观道路也是有分好几个点。这边就是第15个点，叫做千滴之地。虽然不是很大的瀑布，可是它会下面分了很多支流下去，就是在那里会有好多支流下来，然后像好多的那个成千上万的小支流冲下来，所以它才叫千滴之地。一直到下游还有很多，你看它下游的水也很丰沛。哇，这条景观大道虽然路很小，可是里面也是埋藏了很多宝藏景点，像是那个彩虹瀑布跟那个石窟瀑布。然后我们因为体力不够了，今天就不走了。看看这个千滴之地完，我们就要继续往那个星河峡谷国家公园前进了。